全民穿越公路求生，一团蘑菇云从远处升起，就连大地都开始震动起来。发生了什么？我勉强站住身体，我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，那是山顶的方向。此时，一团黑色的蘑菇云腾空而起，一片片红色的熔岩滚滚而下，大片大片的树木被点燃，浓重的烟雾遮天蔽日，这一切仿佛末日降临一般。操！火山爆发了！螺旋山脉是一座活火山，怪不得越往上走，温度越高。至于游戏系统限定的抵达山顶的时间，恐怕就是火山爆发的时间。如果没有按时抵达山顶，恐怕就会被浪潮一般的火山岩浆所吞没。快点离开这里，除非你想享受免费火化。你知道哪里有躲避灾难的地方吗？如果继续留在这里，我们恐怕都会被烧死。村中祠堂的下面有一条的道通往地宫，村里人说那里很安全，可以躲避任何灾难，没有人能发现，没有任何人能发现。女孩一边说着，身体上的裂缝又开始蔓延，黑气渗漏的速度又快了起来。我见状，急忙将一块牛奶巧克力塞到了小女孩的嘴里，然后一把抱起了女孩，向着步兵战车上跑去。小爱同学也调整好了步兵战车的方向，随时准备出发待命。我两步窜上了步兵战车，出发，立刻去村里的祠堂。明白。小爱同学立刻启动了步兵战车，向着村子的方向冲了过去。村祠堂是一栋大铁门，两侧都是2米多高的青石砖墙。小爱同学一个加速，就直接将大门撞开，甚至顺势撞开了里面的木门，直接冲进了屋子里。我看了看周围的布置，和一般的村祠堂差不多，看起来没什么躲藏的地方。你确定这里能让我们躲过灾难吗？扭动一下那个烛台，会露出了一个通往地下的通道，那里可以，我记得。红衣女孩说着，身上的裂痕再次开始蔓延，到处头上的黑气开始增多，一根棒棒糖被塞了进去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剩下的交给我。我说着跳下了车，直奔烛台而去。我握住烛台，轻轻地掰了一下，没什么反应。年久失修，锈住了。我试着加大了点力气，还是没什么反应。不会是坏了吧？我用力一掰，地面塌陷下去，一个巨大的斜坡出现在脚下，我和步兵战车一同滑了下去。车子进入了一个幽暗的地下空间之中，一阵刺耳的声音传来。我回头望过去，那个巨大的坡路正在缓缓地上抬，最终合拢了起来，恢复了原本的地下空间里陷入了黑暗之中。汽车大灯亮了起来，照亮了漆黑的地下空间。光亮之中，女孩的身上的裂缝正在蔓延，黑气正在渗漏。我见状，立刻从车里拿出了一个糖果大礼包，塞到了女孩的怀里。看着礼包里满满的花花绿绿的糖果，女孩镇定了下来，裂缝停止了蔓延。这是一条悠长阴暗的隧道，不知道通往什么地方。不过此时道路已经断绝，我就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了。步兵战车缓缓向前走去，女孩坐在车顶小口小口地吃着棒棒糖，注意力全被怀里的糖果袋子吸引住了。我则四处张望着，查看着周围的情况。在周围的墙壁上还有着一些壁画，通过那些壁画，我了解了一些村子里的隐情。一群躲避战乱的流民辛苦跨过了雪线，意外发现了一片世外桃源，最终定居了下来。可是他们发现了一块石板，根据石板的描述，他们每年必须向山神祭祀一个女孩，否则山神就会降临灾祸，摧毁这里。而石板之上还记录了一条隐秘的地下隧道，可以作为最后的避难所。村民们一边准备祭祀，一边修整了这条地下隧道，作为最后的逃生通道。他们每举行一次祭祀，就会在这条隧道里画下一幅壁画。传说当壁画填满整条隧道的时候，灾难就会永远终止。真是日了狗了，早知道不进来了。我开着车继续向前行驶，同时时不时地盯着红衣女孩，如果发现她有什么异动，就赶紧塞上一根棒棒糖，防止对方裂开。红衣小女孩数次对着我翻了翻白眼，嫌弃我动作粗暴，不过看在有棒棒糖吃的份上，也就懒得计较了。一路上倒也相安无事。步兵战车不断地沿着隧道向着深处前进，行驶了2个小时，忽然前方出现了一个拐角，我心中一动，立刻降低了车速，全神戒备了起来。很快，步兵战车行驶到了那个转角，转过了转角，我看着眼前的景象，不由得愣住了。前方是一座高台，一条红色的台阶直通到了顶端，在高台的顶端有一座红色的王座。这是……看到眼前的景象，我刚想要说些什么，却见那个女孩从步战车上跳了下来，缓步石阶上，她一步步向上走着，一道道火焰从台阶上冒出，缠绕到了她的身上。那些火焰不断地舔舐着女孩的身体，女孩的皮肤大块地掉落着，同时不断地向外流淌着黑色的粘稠。那些黑色的粘稠被火焰舔舐干净，烧成了灰烬，无影无踪。最终女孩缓步来到了王座之前，转身坐了下去。此时
他的身体晶莹剔透，体内红色光芒流转，如同红水晶雕铸的一般。我便是那些村民希望的化身，那些黑色便是历代积累的恶念，之前一切不过是一场梦境。感谢你让他们知道了继续下去的恶果，明白了未来之路。等明天醒来之后，他们就会整理行囊，前往雪线之下，开辟新的边界村，并守护在那里，偿还自己所犯的罪恶。我万万没想到，最终遇到了这么一个结果。此时，我也隐隐的明白了，这里不是现在的边界村，而是很久之前的边界村。确切的说，是很久之前边界村的群体梦境。而我的闯入，让他们醒悟到了继续祭祀的恶果，最终让他们放弃了祭祀，并回到了雪线之下，开辟了新的家园。从某种角度上来讲，这也算是一种好结果了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那么，我可以出去了吗？当然，不过我们是不会忘记你的恩情的，这个是谢礼。女孩将一张羊皮卷轴扔给了我，我缓缓地展开了那张羊皮地图，愕然发现那竟然是一张地图，描绘了螺旋山脉大片区域的地图。地图将各种物产和危险以及应对办法标记得清清楚楚，可以说我接下来的路程可以说是高枕无忧了。感谢您的慷慨，这对我太有用处了。这个你也拿着，感谢你的糖果，这是我私人的感谢。女孩将一块晶莹的石头扔向了我，我拿到手里一看，竟然是一块红色的宝石。梦境宝石可将一名指定的对手拖入到梦境之中，构筑一个有利于你的战场。备注：在梦境宝石之中击杀敌人，现实中的敌人也会陷入脑死亡。使用距离接触，使用次数3次。好东西，有了这个东西，我就可以无伤的干掉3个敌人。不过，唯一的缺点就是必须触摸敌人才能使用，限制有点大。一道白光闪过，我回到了原本的道路上，一股浓重的血腥味扑鼻而来。我皱眉，凝神向着周围扫视着，周围横七竖八的倒着6、7具尸体，几辆残破的汽车停在路边，冒着黑烟，2个玩家正在拿着匕首挖着心脏。怎么还在挖心脏？又多了一个，我马上就能凑齐魔药了，谁也别和我抢。一名玩家看到我，喜出望外，立刻伸手去摸身后的AK-47。